在我们的中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呢，张爱萍同志还写了一首诗，叫做“核金刚不坚，中子弹何难？群英攻科技，赶破世上关”。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说到核武器啊，大家可能对原子弹和氢弹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原子弹它是核裂变，氢弹呢是核聚变。而说到中子弹呢，大家可能对它的作用和原理了解的相对少一些。其实啊，这个中子弹呢是小型的氢弹，确切的名字呢应该叫增强辐射弹，因为在150米的高空啊，就是这个中子弹爆炸的时候，它的这种核辐射的威力相当于它10倍的原子弹的这个核辐射的能量。所以呢，它被西方的有些国家称为杀人不杀物的这么一种武器，因为他认为在更高的高度，比如说200米、300米的高度，如果爆炸这种中子弹，那么就可以有效的杀伤就是坦克里边的这些人员，坦克或者这些建筑物呢被冲击波或者是光辐射的这种照射毁伤就比较小。这种武器呢，也就是在1977年7月的时候，美国成功的研制出来了，并且对外宣称。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当时苏联呢就非常的着急和恼火，因为当时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苏联为首的华约在欧洲方向进行对峙。而在欧洲方向呢，华约部署了大约是19500辆的坦克，而作为北约呢，它只有7000辆的坦克。本来呢，从坦克大战上讲苏联为首的华约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当美国拥有了这种中子弹以后，也就是说它在作战中一旦使用，苏联的这种坦克或者是华约的坦克就不占优势因为它一爆炸之后，坦克里面的官兵都被核辐射杀死了，坦克没有被破坏，所以呢，这个就形成了就是美苏之间核军备的竞赛。那么这个消息呢，被我们国家及时掌握了。那么当时呢，在国防科工委任领导的朱光亚先生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军委，同时在国防科工委还做了相关的这种科学的讲座就介绍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份报告呢，是1977年9月份送给中央军委，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当时领导同志批准以后呢，我们国家从1977年的下旬就开始研制中国的中子弹。那么这个任务呢，主要交给了当时邓稼先先生还有于敏先生。后来经过几年的攻关努力我们国家掌握了中子弹的这个制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邓稼先先生查出来患了晚期的癌症，但是他跟他的夫人许如仙说这个消息千万不要传出去，因为这样会动摇军心。最后呢，我们国家就掌握了中子弹。我们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国家卓越的科学家朱光亚先生、邓稼先先生还有于敏先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消息呢，我们当时并没有公布，是在1999年，就是我们建国50周年的时候才把这个消息放出来。那么在我们的中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呢，张爱萍同志还写了一首诗，叫做“核金刚不坚，中子弹何难？群英攻科技，赶破世上关”。所以我们看中子弹的研制成功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是在卓越的科学家的引导下，或者是在牵头主持下拿下来的这么一个工程。但是在有些新闻报道中呢，往往把比如说某某人说成是原子弹之父，把某某人呢说成是氢弹之父，或者是说导弹之父。我觉得呢，这种提法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当然，对于宣传这样的两弹一星的元勋呢，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建议还是应该在写到他们的时候，把他们说成是两弹一星的元勋更为妥当。包括我们后来还有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实际上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不要把某某人就说成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工程的之父。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未来包括对以前的这些成果和未来我们去攻关呢，
都是不好的，因为这种宣传报道或者这种提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